很多人以为人死如灯灭，我跟你们讲，真的大错特错了。其实啊，你们家祖先的能量场无时无刻不在另外一个空间默默的护着你。但是问题来了，阴阳必经相隔，祖先就算在上面看到你现在快要掉下悬崖，摔到谷底了，或者看到你马上要错过翻身的大运了，他们在上面急得跳脚，能直接拿起手机打通电话给你吗？能直接现身拍拍你的肩膀提醒你吗？不能嘛。天地有天地的规矩，那他们该怎么办？他们只能透过某些极其特殊的征兆来对你发出求救信号或是指路信号。而这个信号最容易显化的地方在哪里？就在你家的家门口。很多人在遇到大灾大难或者人生大转机的前夕，家门口往往会出现一些所谓的怪东西或者异象。可是很多不懂的人一看到心里直发毛，觉得脏，觉得触眉头，一脚就给踢开，拿个扫把就往外赶，甚至嘴里还要碎碎念抱怨几句。大家知道这样做代表什么吗？你这是把你亲生祖先千辛万苦送来的救命符直接给丢进了水沟里，把你马上要翻转的命运亲手给断送掉了。而那些懂风水、懂因果、心里存有敬畏的人，一看到这些征兆，马上就知道要感恩，赶紧稳稳接住这份福气。结果呢，第二天、第三天，原本山穷水尽的死局直接变成柳暗花明。所以今天我要来为大家揭开这层玄机。如果你家门前出现的这5种特殊的东西，千万别乱动，那代表你的老祖宗正在拼了命的护着你。先说门前异象的第一种，就是黄色的蝴蝶飞入门前，久久盘旋，甚至直接飞进你家里。大家知道吗？在风水和佛门的象征里面，蝴蝶，尤其是黄蝴蝶，那个灵性意义是极其特殊的哦。黄色在五行中属土，土生万物，代表着包容、福德，很沉稳。而在民间的通灵认知里，黄色蝴蝶往往就是祖先灵石的化身。大家用常理想一想吧，蝴蝶这种小昆虫寿命很短，极其脆弱，平常都在花丛里飞，但是它的频率非常敏感，最容易被灵界的磁场附着和引导。当你们家遇到大灾大难，像是家里的经济支柱突然被裁员了，欠了一屁股债，或者家里长辈突然生了重病，这时候如果在清晨或者傍晚，你突然看到一只甚至是2只黄蝴蝶飞到你家门口，甚至直接飞进你家客厅里，绕着你飞，或者绕着神明桌飞，我跟你讲，这绝对不是什么纯粹的巧合啦，这是你家的老祖宗感知到了你们的劫难，在上面心疼的不得了，急得化作黄蝶亲自下凡来探望你们了。他们在用这种微弱但极其努力的方式告诉你，孩子别怕，关关难过关关过，阿公阿嬷在帮你挡着啦。我讲一个真实的案例，你们听完就知道祖先的力量有多么不可思议。大概在几年前，南部有一户人家，家里有个80多岁的阿嬷，平时身体还算硬朗，结果有一天清晨，在浴室里突然摔了一跤，脑中风，送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瞳孔放大，直接推进了加护病房。医生出来的时候脸色凝重，直接递给家属一张病危通知书，摇头说家属要有心理准备，就算熬过今晚，极有可能也是植物人。这户人家有个孙女，从小是阿嬷带大的，祖孙感情深得不得了。听到医生这句话，孙女当场在病房走廊上双腿一软，崩溃大哭，她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那天深夜，孙女失魂落魄地回到家，拿衣服准备去医院守夜。她一个人走到家里的公妈龛前面，扑通一声直挺挺地跪了下去。她哭得撕心裂肺，眼泪鼻涕流了一地，一边磕头一边喊，历代祖宗啊，阿公啊，求求你们显显灵，救救阿妈吧，她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走啊，只要阿妈能醒过来，我愿意把我的福报都折寿给阿妈。好，她就那样跪在冰冷的地板上，磕头磕到额头都淤青啊，点上了3炷清香，香烟直直的往上飘，仿佛真的透过了虚空传到了上面。奇迹就在第二天傍晚出现了。第二天傍晚，孙女从医院换班回家洗澡，她刚走到家门口，正准备掏钥匙开门，突然夕阳的光映下，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了2只黄蝴蝶。你们要知道那是一栋普通的临街公寓，周围全都是柏油马路和水泥墙，连盆花都没有，怎么会有蝴蝶？这2只黄蝴蝶
极其不寻常，他们完全不怕人，不但没有飞走，反而一左一右绕着孙女的头顶盘旋了2圈，然后他们竟然顺着半开的大门直直的飞进了屋里。孙女整个人都看傻眼了，赶紧跟在后面走进去。她亲眼看到那2只黄蝴蝶径直飞到了神明桌前，绕着昨天晚上她磕头求救的祖先牌位和香炉上下飞舞，最后蝴蝶轻轻地停在了祖先牌位的木雕花纹上。就在那一瞬间，孙女原本绝望、焦躁，甚至快要发疯的心，突然涌起了一股难以形容的温暖和安定。她有一种强烈的直觉，阿公显灵了，祖宗们回来保佑阿嬷了。结果你们猜怎么着？就在当天晚上8点多，医院的电话打来了，医生在电话里语气非常激动，甚至觉得不可思议。奇迹啊，老人家脑部的出血点竟然自己止住了，而且脑压大幅度下降，人刚刚对外界刺激有反应了，手指头动了，全家人抱头痛哭。不到1个礼拜，这个原本被医生判了死刑的8旬老阿嬷，竟然奇迹般的转到了普通病房。出院的那天晚上，全家族的人攒了一桌最丰盛的贡品和素菜，全体跪在祖先牌位前，烧了整整1个晚上的香，重重的叩谢祖恩。各位啊，听完这个故事，你们还敢对门前飞来的蝴蝶大呼小叫吗？下次如果你正处在人生的低谷，生意周转不灵，或者身体查出什么毛病，心里正慌得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只要你在家门口看到黄蝴蝶飞来，千万记住，别赶走它，别拿扫把去拍它，更别让小朋友去抓它。你要做什么？你要立刻停下脚步，把心静下来。哪怕你站在大马路边，你也在心里默默念一句：感恩历代祖宗护佑，子孙收到了，子孙一定会坚强。你的这份诚意和感恩，就是对祖先跨越阴阳来救你最好的回应。而往往在见到黄蝴蝶之后的几天之内，你就会发现原本卡死的事情松动了，原本拒绝你的客户突然回头了，原本找不到了贵人自己送上门来了。好，刚刚讲的是天上飞来的信使，但如果祖先觉得你这关太难过，光靠传信不够呢？接下来这第2种意象，更是直接在家门口帮你筑起一道防线。第2种意象，无缘无故从水泥缝里或者荒地里突然长出极具灵性的香草植物。大家仔细回想一下，你们家大门外头，或者是楼栋1楼门口，平时明明铺的都是水泥地，或者是一个根本没人管，连土都没几两的砖缝死角，突然有一天，你发现那里莫名其妙的冒出了一丛绿油油的植物。如果是长杂草，那很正常，风吹来的种子嘛。但是如果长出来的是兰草、艾草、薄荷，或者是九层塔这种带有浓烈特殊香气，甚至能入药的灵性植物，你千万要留心。很多现代人有洁癖，看到门口长草，第一反应就是哎呦好脏乱，破坏我家北欧风装潢，然后拿起除草剂喷的一下直接喷死，或者连根拔起丢进垃圾桶。那你真的是把老祖宗赐给你的救命药当成了路边的杂草啊。大家用常理去想一想，水泥地里怎么可能无缘无故长出艾草来？佛家讲究能量场，风水学讲究地气，这根本不是风吹来的种子，这是你家祖先的福德地气在地底下涌动，和天地的阳气产生了剧烈的共振。老祖宗在另外一个空间看到你最近印堂发黑，知道你被衰神盯上了，或者知道你家里马上要进病气了，他们急啊，于是动用他们积累的功德，吹动地气，在你家每天必经的大门前，硬生生吹长出这些具有驱邪、化煞、迎福功能的灵草。自古以来，兰草被称为香草之王，代表着纯洁和贵人临门。而艾草，中医里拿来针灸温通经络，在玄学里它就是至阳之物，是专门用来驱除阴邪和病气的宝剑。这些灵草长在你家门口，就像是祖先派了2个拿着盾牌的卫兵，死死地挡住外面的妖魔鬼怪，绝对不让他们进你的家门。我给你们讲一个发生在中部乡下的真实案例，你们听完就知道随意拔掉这些灵草后果有多严重，而护住他们又是怎样救了全家人的命。有一位做批发生意的陈阿伯，每天都要开着他那台旧的发财车，天还没亮就去跑山路送货。有一阵子，陈阿伯不知道怎么搞的，运势极差，走平路都会拐到脚，喝水都会呛到，车子不是爆胎就是抛锚。
整个人每天觉得肩膀沉甸甸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压着，脸色灰败得很。有一天周末，他老婆在打扫院子，走到大门外的水泥墙角，突然喊起来：老陈啊，这水泥缝里怎么突然冒出好大一丛艾草啊，长得比小腿还高，乱七八糟的，我拿镰刀把它割掉算了。陈阿伯那天刚好坐在门口抽烟，他看了一眼那丛艾草，说来也怪，那几天明明连日高温没下雨，周围的野草都枯黄了，唯独那丛从水泥缝里硬挤出来的艾草长得翠绿欲滴，甚至还散发着一股极其浓烈的提神醒脑的艾草香。陈阿伯心里突然没来由的咯噔了一下，他想起小时候村里老人家说过的话，赶紧大喊：哎，老婆，别动别动，那草长得好好的，留着，绿油油的看着顺眼，你敢拔我跟你急。老婆骂他神经病，但也停了手没去拔。陈阿伯不仅没拔，每次洗完手还顺便把水弹在那丛艾草上当浇水。大概过了3-4天，那天凌晨4点多，下着倾盆大雨，视线极差。陈阿伯像往常一样发动了车子，准备去隔壁县的山区送货。他走到大门外准备关铁门，雨很大，他穿得又厚，整个人昏昏沉沉的。就在他经过那丛艾草的时候，突然脚下一滑，砰的一声，重重地摔在了泥水里，手里的车钥匙也飞了出去，刚好掉进了那丛茂密的艾草里。陈阿伯气得破口大骂，心想今天真的是摔到爆。他爬起来蹲在艾草丛里摸钥匙，就在这个时候，他拨开艾草，一股极其浓烈的艾草香气直冲他的脑门，那股味道太冲了，瞬间让他打了个激灵，脑子清醒了一大半。紧接着他突然觉得肚子一阵剧痛，翻江倒海，那种绞痛感让他根本站不起来。没办法，钥匙也不找了，捂着肚子冲回屋里拉肚子。这一拉足足折腾了半个多小时。等他吃完肠胃药，重新找了钥匙，开着发财车上路的时候，天都已经蒙蒙亮了。他心里还在抱怨，今天这趟货肯定要迟到了，又要被客户骂。可是当他开到平时常走的那条盘山公路入口时，他整个人僵住了，冷汗瞬间湿透了全身。前面的路被警车和消防车围得水泄不通，前方大概2公里的地方，就在半个小时前发生了极其严重的土石流，成吨的土石倾泻而下，把那条路完全掩埋了。而根据现场的报道，有一辆砂石车刚好路过，连人带车被埋在了下面，连个影子都没看到。陈阿伯死死地抓着方向盘，双手止不住地发抖。他脑子里飞速地算了一下时间，如果今天早上他没有在门口滑那一跤，如果没有为了找钥匙闻到那股艾草香，如果没有那阵突然的肚子痛，半个小时前他开着那台轻飘飘的发财车，刚好就会经过那个土石流的致命路段，被埋在底下的人就会是他老陈啊。那一刻，陈阿伯在车里放声大哭，他知道这不是运气好，是他们家的老祖宗为了救他这个独苗，硬生生在家门口吹出了那丛艾草，借着艾草的灵气和香气绊了他一跤，拉了他一把，强行把他从鬼门关拽了回来。当天送完货，陈阿伯买了大鱼大肉，一回家就跪在祖先牌位前磕了3个响头。从那以后，那丛长在水泥缝里的艾草成了他们家的宝贝，谁也不准碰。各位听明白了吗？下次你家门口，尤其是平时根本不可能长植物的死角，突然长出这些灵性香草，你千万不要随意铲除，这不是草乱生，这是灵根显化。你该怎么做？你不仅要保护它，还要在心里默念感恩。如果你最近正好遇到小人暗算，或者身体病痛不断，你甚至可以满怀敬意的轻轻摘下2-3片叶子，拿进屋里用热水泡开，用来洗澡净身，也就是我们民间常说的用魔草来洗浴，或者放在香炉里熏香。你这么做就是在主动接收祖先赐给你的抗体，这能够极大的加强你身上与祖先能量的感应，把你周围的阴霾浊气洗得干干净净。祖宗给的救命草，你可千万要接稳了。好，讲完了地上长出来的防线，接着我们来看这第3种，会跑会动，更是直接来护家的第3种意象，灵犬守门，护法神兽化身挡灾招财。在风水学里，狗是极具灵阳之气的动物，民间常说狗有阴阳眼，能看到我们凡人肉眼看不到的气场和灵体。你们是不是常常遇到这种事？半夜里
家里的狗或者巷子里的野狗突然对着一个空无一人的黑暗角落狂吠不止，甚至夹着尾巴倒退，那就是他们看到了不干净的阴邪之物。所以狗在佛教和道教的护法体系里一直都被视为守灵神兽。如果有一天你家门前或者是你开的店面、工厂门口突然跑来了一只你不认识的白狗或者黑狗，它不咬人也不乱叫，赶也赶不走，就静静地趴在你的大门前，甚至看到你还特别亲近，对你微微摇尾巴，大家千万别拿扫把去打它，别拿水管去喷它。你打的不是流浪狗，你打的是你家老祖宗千辛万苦从灵界给你派下来的活护法。黑狗和白狗在显灵的征兆上各有各的任务。黑狗是挡煞的，黑狗属阴中之极阳，专门驱邪避凶。如果你家最近有人生重病，或者总是出意外，突然来了只黑狗站在门口，那就是祖宗派来挡煞气的，把那些想要进门索命的冤亲债主全给死死咬住。而白狗呢，白狗代表光明护法，它是专门来引贵人还送好运的。我给你们讲一个发生在新北市的真实案例，你们听完就知道，人在被逼到悬崖边上的时候，祖先是怎样用白狗来拉他一把的。这位林老板当年50多岁，做的是五金零件的加工厂。前几年景气不好的时候，被几个大客户倒债跳票，几千万的货款收不回来，工厂的资金链当场断裂。那段日子林老板过得那叫一个惨啊！地下钱庄的人天天上门泼红漆，拉白布条，工人们领不到薪水，围着厂长办公室拍桌子叫骂。连他相濡以沫20年的老婆也因为受不了这种天天担惊受怕的日子，哭着收拾行李回了娘家，说要跟他离婚。林老板整个人垮了，一个50多岁的硬汉，几天之间头发全白了。那天是个礼拜五的晚上，工人都下班了，工厂里黑漆漆的一片，林老板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没开灯。他看着桌上堆积如山的法院传票和催款单，万念俱灰。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条早准备好的粗尼龙绳，又拿出纸笔，流着眼泪开始写遗书。他打算把遗书写完，就在工厂的横梁上把自己吊死，用这条命去抵债。就在他一边哭一边写的时候，突然听到办公室那扇玻璃门外哐当响了一声，他吓了一跳，以为是讨债的小弟半夜又摸上门了，赶紧抓起旁边的一根铁棍防身，小心翼翼地打开门一看，门外没有黑衣人，只有一只骨瘦如柴、浑身脏兮兮的白狗。那只白狗不知道从哪里钻进来的，正趴在门外的台阶上避风。他看到林老板提着铁棍出来，不仅没有跑，反而费力地站了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到林老板脚边，用他那干瘪的脑袋轻轻地蹭了蹭林老板的裤腿，然后抬起头，用一种极其温顺，甚至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怜悯的眼神定定地看着他。林老板愣住了，他原本焦躁绝望到极点的情绪被这只白狗清澈的眼神一看，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软了下来。他扔下铁棍，蹲下身，摸了摸白狗的头，白狗呜咽了一声，舔了舔他的手背。那一瞬间，林老板突然绷不住了，抱着那只又脏又臭的流浪狗坐在地上嚎啕大哭。他边哭边骂，连人都欺负我，躲着我，你一只野狗跑来干什么？跟着我一起饿死吗？白狗就任凭他抱着，安安静静地陪着他。那天晚上林老板没有上吊，他翻出柜子里最后半碗泡面，用热水泡了，自己吃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喂给了白狗。接下来的3天，这只白狗哪儿也没去，白天讨债的在门外叫嚣，白狗就默默地趴在林老板办公桌底下。晚上林老板睡在沙发上，白狗就在门口守着，他不吵不闹，只要林老板叹气，他就会走过来蹭蹭他，仿佛在说别怕，有我在。林老板心里也觉得纳闷，甚至在心里默默嘀咕，历代祖先啊，如果这只白狗是你们派来陪我走最后一段路的，那我认命了。如果是你们要我活下去的转机，求求你们显个灵吧。奇迹就发生在第4天的下午。那天下午，林老板正摸着白狗的脑袋发呆，桌上那个已经被催债电话打了不敢接的座机突然响了。林老板本来不想接，但那电话固执的一直响，他咬咬牙接了起来。电话那头传来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声音，老林啊，你这电话可真难打啊，我是台中的老高啊，10年前我们合作过的，记得吗？林老板整个人猛地站了起来，老高
那是10年前去大陆发展的大老板啊。老高在电话里急匆匆地说，老林，我现在接了个国外的超级大单，急需一批特殊规格的五金零件，我找了全台湾10几家厂，都没人能做出来。我记得当年只有你老林的手艺最绝。林老板拿着电话的手狂抖，眼泪像决堤一样往下掉，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拼命的点头。能接，我能接。挂了电话，仅仅过了半个小时，手机简讯响了，银行通知几千万的救命资金实实在在的进账了。林老板这盘死局瞬间全盘活了，资金链接上了，工人的薪水能发了，地下钱庄的麻烦也能先打发走了。他激动的浑身发抖，转头想去抱那只白狗，可是他找遍了办公室，找遍了工厂的每一个角落，那只白狗却怎么也找不到了。他就像完成了一项绝密的任务一样，凭空消失了。林老板扑通一声跪在工厂大院的地上，朝着老家的方向重重的磕了3个响头，额头都磕破了。他知道那只白狗根本不是什么流浪狗，那是他家的老祖宗，不忍心看子孙绝后，亲自化身神兽下来，陪他熬过了最难的那个关口，深深的把那个贵人给他引到了家门。各位，故事讲到这里，你们心里是不是很震撼？风水不是死的，祖先的保佑更是活的。下次如果有一只流浪狗不请自来，安安静静的趴在你家门口晒太阳，看家护院，请你千万别嫌弃它脏，你要在心里默默的感谢祖先，感谢老祖宗派了护法神灵来守卫家宅。你可以去买点狗罐头，准备点干净的清水，在门口安顿它。就算它只住几天就自行离开了，那也是它使命已尽，把衰气带走，把好运给你留下了。这就是地上跑的神兽护法。那如果在天上飞的呢？接下来的第4种意象，大家一定要抬头看仔细了。第4种意象，灵鸟停住报福音，天上掉下来的大财运。在所有的动物里面，禽鸟类对天地间气场和磁场的感应绝对是排在第1名的。为什么？因为它们常年在天上飞，没有沾染太多地上的浊气，它们的灵觉比我们人类强上成千上万倍。在命理学和风水学中，鸟向来被视为灵界的通讯员。如果有一天你家前阳台上、院子的围墙上，或者是门前的树枝上，突然飞来了一只你平时根本没见过的鸟，而且它停在那里很久，叽叽喳喳的冲着你家的大门叫，甚至你走近了它都不飞走，我告诉你，恭喜你，这绝对不是什么巧合，这有极高的几率是你家祖先在灵界给你打通了关节，特意派来保护你，给你报喜的灵鸟。如果你仔细观察这只鸟的颜色和种类，你就能准确的破解祖先要告诉你的天机。我给大家好好分分类，你们用心记。第一种，全身雪白的白鸟。白色在五行中代表纯洁肃穆，也代表着净化。如果你看到白鸟停在门前，这就象征着你家最近的那些乌烟瘴气吵吵闹闹都要结束了。祖先在告诉你，孩子家和万事兴，好运马上就要延续下去了。第二种，色泽亮丽的黄鸟。各位，黄色在五行里属土，土能生金啊。如果你家门前飞来这种黄澄澄的小鸟，那就不得了了，这是祖先带着财神爷来敲门了。这寓意着你家即将有一笔横财入账，可能是你投资的案子突然大赚，也可能是常年卖不出去的土地突然有人高价要收，这叫财运暴涨，挡都挡不住。第三种，大家最熟悉的喜鹊，这个不用我多说，喜鹊叫，喜事到。如果家里有年轻人准备考大学，考高普考，或者想要生个白胖的男丁，喜鹊临门，那就是祖先在上面打过包票了。孙子的愿望，阿公阿嬷听到了，心想事成。讲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举手问，尼斯啊，那如果是看到乌鸦呢？乌鸦黑漆漆的，叫声又难听，老一辈都说看到乌鸦要倒大霉，是不是真的？遇到乌鸦在门前叫，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觉得晦气，觉得倒霉，赶紧去墙角找根长竹竿，或者捡起地上的石头，去，摔绳走开，用力把乌鸦给赶走，嘴里还要骂上2句脏话。我今天必须要替乌鸦平反，也必须要狠狠敲醒你们这些不懂感恩的人。大家想一想，天底下的好消息谁都愿意送，喜鹊送好消息大家都夸他，可是如果前方有致命的危险，有血光之灾，谁来给你报信？就是乌鸦哦。乌鸦在玄学里那是极具灵性的预警神鸟，当你的历代祖宗在上面看到
你今天出门可能要出大车祸，或者你今天去谈的那个生意是个大骗局，会让你倾家荡产。老祖宗急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他们没有办法，只能化作一身黑衣的乌鸦，飞到你家门口，用那种最刺耳、最凄厉的叫声，死死地拦住你，警告你，今天绝对不能出门，前面是死路一条啊。结果你呢？你嫌人家晦气，拿竹竿去捅你的救命恩人，你这不是把祖宗的心给伤透了吗？我给大家讲一个南投山区老茶农的真实故事。这位老阿伯姓林，在山上种了一辈子的茶。有一天清晨，刚下过几天暴雨，天气终于放晴了。林阿伯急着要去后山的茶园看看有没有受灾，就带上斗笠，准备骑上他那台老旧机车出门。刚走到院子门口，突然传来嘎嘎嘎的声音，树上飞下来一只硕大的黑乌鸦，直直地落在他机车的后视镜上。这乌鸦凶得很，不仅叫声极其刺耳，而且林阿伯一靠近，他竟然扑腾着翅膀去啄林阿伯的斗笠。林阿伯一开始心里也是一阵犯嘀咕，哎呦，大清早了碰到乌鸦，真是有够触霉头。他本能地举起手里的锄头想去赶，可是就在那一瞬间，林阿伯看着那只乌鸦黑亮亮的眼睛，突然愣住了。他觉得那只鸟的眼神像极了他已经过世10多年的严厉老父亲。每次他小时候调皮捣蛋要闯祸，老父亲就是用这种又急又怒的眼神瞪着他。林阿伯是个极其孝顺敬畏天地的人，他手里的锄头慢慢放了下来，他在心里猛地打了个突，不对劲，这不是普通的鸟闹事，这是老爸在拦我。他立刻停下了脚步，连机车都不骑了，他双手合十，对着那只乌鸦深深地鞠了个躬，嘴里念叨着，阿爸，是你在警告儿子吗？好，儿子今天听你的，不出门了，就在家待着。说完，他转身回了屋里，给自己泡了一壶茶，坐在大厅里抽旱烟。那只乌鸦看他回屋了，叫了2声，拍拍翅膀飞走了。结果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大概过了不到20分钟，轰隆隆一阵地动山摇，简直像打闷雷一样。林阿伯吓得跑出院子往后山看，只见他每天去茶园必经的那条山路，因为连日暴雨导致土石松动，发生了一场极其严重的大规模土石流，整座半山腰都塌了下来，几十吨的土石瞬间把那条路吞噬得干干净净。林阿伯腿一软，直接瘫坐在院子里，浑身冷汗直冒。他看了一下墙上的时钟，如果20分钟前他没有被那只乌鸦拦住，以他骑机车的速度，刚刚好就会走到土石流的中心点，那是死死无生，连骨头都找不回来的灭顶之灾啊！当天中午，林阿伯杀鸡宰鸭，在祖先牌位前跪着痛哭流涕，磕头磕到地板砰砰作响。他知道是老父亲拼了最后一点阴德，化成那只被世人嫌弃的乌鸦，硬生生把儿子从鬼门关前给踹了回来。所以各位啊，这就是祖先的慈悲，天下父母心，哪怕做鬼，哪怕变作人人讨厌的乌鸦，也要救自己的孩子。以后不管是看到带来好运的白鸟、黄鸟，还是看到带来警告的乌鸦，请大家都不要慌张，更不要去伤害他们。你只需要停下脚步，心怀感激的在心里默念，感谢历代祖宗护佑，子孙收到了。只要你心存敬畏，哪怕眼前有再大的短暂霉运，也会因为祖先的护佑和你自己的警觉，逢凶化吉，烟消云散。好，前面讲的都是你看得见的动物、植物，最后这一种意象是最玄妙但也最直击人心的。大家把眼睛闭上想一想，人的五官里面哪一种感觉最容易唤起你灵魂深处的记忆？没错，是嗅觉。第5个意象就是夜半门前闻香火，祖先巡宅保平安。很多人在私底下经常偷偷问我，尼斯啊，我有时候晚上加班很晚回家，走到自家大门前，明明楼梯间漆黑一片，邻居早睡了，附近也没有庙，怎么会突然闻到一股淡淡的线香味，或者是那种老檀香的味道？是不是有那种不干净的好兄弟跟上我了？吓得我钥匙都插不进锁孔啊！遇到这种人，我真想拿折扇敲他的脑袋，你那是自己吓自己。我今天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们，夜半无风起香烟，空门不见闻檀香，这不是闹鬼，这是你家老祖宗的灵光在巡视你的家宅，在暗中护佑你啊！你们要知道，在灵界，香火是什么？香火就是灵体的食物，也是他们与阳间子孙沟通的电波频率。
当你们的历代祖先在天上或者灵界感知到你最近运势极其低迷，或者看你每天为了这个家早出晚归，累得像条狗一样，甚至肩膀上还沾染了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晦气，他们心疼啊，老祖宗不忍心看你这么苦，于是他们就会调动灵力回到阳间的这个家来看看你。可是他们没有肉身，无法现形，于是就会借由香火的味道作为他们灵光降临的显化。这就好比古时候的大官出巡，人还没到，前面的锣鼓声就先传过来了。这股淡淡的香火味，就是老祖宗在告诉你，孩子别怕，阿公阿嬷来看你了，帮你把门前的脏东西都赶走了。我给你们讲一个台北做业务的阿志的故事，你们听完就知道这股深夜的香火味到底蕴含了多大的悲悯和力量。阿志那年45岁，正是所谓三明治世代的年纪，上有老下有小，每个月还要备好几万块的房贷。那阵子公司业绩大缩水，老板天天在晨会上摔杯子骂人，威胁说这个月谁业绩垫底就立马滚蛋。阿志手里原本有个跟了大半年的大客户，眼看就要签约了，结果竟然被竞争对手暗中整晚端走。那天晚上客户在电话里冷冷地说，不好意思，我们决定和别人合作，直接把电话挂了。阿志听着电话里的忙音，觉得天都要塌了。如果丢了这份工作，下个月的房贷怎么交？小孩的补习费去哪里筹？他不敢回家面对老婆期盼的眼神，一个人在便利店买了2罐啤酒，坐在马路边喝到半夜1点多。深夜的台北，冷风一阵阵的吹，阿志拖着像灌了铅一样的双腿往家走。他家住在那种老旧的无电梯公寓的4楼。那天晚上楼梯间的感应灯正好坏了，黑漆漆的。阿志一边摸黑爬楼梯，一边觉得肩膀特别沉，后背发凉，整个人笼罩在一股极其绝望晦暗的气场里。等他好不容易爬到4楼，站在自家那扇铁门前，正哆哆嗦嗦的掏钥匙的时候，突然一股极其清晰极其熟悉的味道钻进了他的鼻腔。那是一股淡淡的带着一点中药味的沉水老檀香。阿志瞬间愣住了，这种香味他太熟悉了。他小时候在南部乡下，他阿公每天早晚在神明厅点的那种手工老檀香，就是这个味道。可是阿公已经过世快10年了，台北的家里也根本没有点香的习惯，邻居更是不可能在大半夜烧香。在这股熟悉的檀香味包围下，阿志突然感觉到原本像冰块一样僵硬的肩膀瞬间松了下来。刚才在楼梯间里那种阴冷发毛的感觉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其温暖极其安定的力量，就像小时候阿公那双粗糙的大手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在这个寂静的深夜，在这个连哭都不敢出声的年纪，45岁的阿志站在家门口，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巴拉巴拉往下掉。他在心里默默地喊着，阿公，是你来看我了吗？我真的快撑不下去了。那股香味在门口足足停留了2-3分钟，直到阿志抹干眼泪，深深吸了一口气，推开家门，香味才渐渐散去。那一晚，阿志睡了这半年来最沉最安稳的一个觉，连梦都没做。奇迹在第二天早上发生了。第二天早上10点，阿志刚到公司准备提交辞呈，突然手机响了，竟然是昨天那个拒绝他的大客户的老板亲自打来的。大客户在电话里焦急地说，阿志啊，昨天真的是对不住，我们连夜审查了你对手的工厂，发现他们的公安和品管根本不合格，还是你们公司的产品最稳妥。你现在马上带着合约过来，我们立刻签约，为了补偿你们，我再加2成的订单。阿志拿着手机直接在办公室里傻住了。他回想起昨晚门前的那股檀香，眼泪再次夺眶而出。他心里比谁都清楚，昨晚那个大半夜是他过世的阿公看到孙子走投无路了，急匆匆地赶来寻宅保佑。阿公不仅帮他驱散了身上的倒霉气，还在冥冥之中帮他把那条断掉的财路硬生生的又给接上了。各位，这就是祖先的恩泽啊！他们默默无闻，从不邀功，只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给你最坚实的依靠。所以以后你们谁要是半夜回家或者清晨出门，突然在自家门口闻到这种凭空出现的香火味，第一，绝对不要害怕，不要疑神疑鬼以为是撞到好兄弟。第二，更不要去用手扇或者喷空气清新剂去掩盖它。你要做的就是立刻停下脚步，闭上眼睛，深深的吸一口气，
让这股带着祖先庇佑的灵气进入你的丹田，然后你在心里恭恭敬敬地默念一句：感谢历代祖先巡宅护佑，子孙平安，请祖先放心。你信不信，只要你心怀这种感恩的念头，你接下来的那几天绝对是精神百倍，小人退散，好运连连，因为你把老祖宗送来的福气完完整整的吸纳进去了。各位，前面我们讲了整整5大门前意象，把祖先怎么暗中保佑我们的玄机扒得干干净净。但是如果你听到这里只是点点头说哦原来如此，那我以后就在家门口干等，等蝴蝶飞来，等野狗上门。如果你是这种心态，那我又要批评你们了。你遇到困难了，指望阿公阿嬷在天上拼了老命救你，那你平时为阿公阿嬷做过什么？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阴阳两界也是讲究能量守恒的。你不能只当一个吸血鬼，只会单向吸取祖先的福报。你要懂得互相感应，有来有往。你要主动出击，把你和祖先之间的这个庇佑信号调到最强最满。我今天教你们3件事，只要你持之以恒的做，我敢打包票，你们家的风水绝对风生水起，祖先的护佑必将源源不断的回流到你身上。第一件事，每日1炷清香，唤醒祖灵的连线。每天早上出门前或者傍晚下班回家，走到你家的公妈龛前面，点上1炷清香。点香的时候千万不要像木头一样随便拜2下，敷衍了事插上去就走。你要在心里跟祖先报备你的近况。这就跟我们在外面跑业务要定期跟老板汇报是一样的道理，这叫连线。你可以这样说：历代祖宗子孙某某某今天要去谈一个大案子，求祖先保佑一切顺利，不要遇到小人。或者是阿公阿嬷小孩子最近感冒一直不好，求你们拨点灵气让他快点康复。遇到开心事也要分享，祖先保佑今天拿到奖金了，这周末买好料的来拜你们。家里没有牌位的，你就走到前阳台，面朝老家祖坟的方向，双手合十，诚恳呼唤，心念一动，这通无形的越洋电话立刻就能打通。你越是常跟他们讲话，那条无形的连接线就越粗，信号就越强。等到哪天你真的遇到劫难了，祖先要拉你一把的时候，才不会找不到人。第二件事，初一15诵经回向，给祖先的灵界账户充能量。每月的初一15这2天是天地磁场交冲最强的时候，也是灵界通道最畅通的日子。你要抽出20分钟，把手洗干净，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念心经或者普门品。如果你说尼师我不识字，不会念经怎么办？没关系，你就双手合十，诚心诚意的默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南无观世音菩萨108遍。重点来了，念完后一定要回向给历代宗亲。你在阳间念的一句经文，通过你的孝心转化到灵界，那就是万丈光芒，就是金光闪闪的天庭货币。这就好比你给在国外念书的孩子汇生活费一样，祖先在另外一个维度也是需要能量补给的。你给他们充饱了能量，祖先在上面腰杆子硬了，说话大声了，反过来保佑你的时候，那力道绝对是排山倒海的。你给出去的是1天20分钟，收回来的是全家人逢凶化吉的大福报。第3件事，勤孝于父母，这是天下最强的护佑正法，这一点最重要，你一定要给我听进去。如果你对家里现世的老父亲老母亲大呼小叫，嫌弃他们啰嗦，嫌他们老了动作慢，甚至生病了都不愿意倒杯温水带他们去看个医生，那我告诉你，你前面烧再多香，念再多经，花再多钱，去点光明灯，全都是废纸。你的父母那是你摸得着看得见的家里的活菩萨，你的血脉就是从他们身上传下来的，他们就是你跟祖先之间最直接的实体桥梁。老祖宗在天上看得清清楚楚，如果你连生你养你的亲爹娘都当成垃圾，天天惹他们伤心流泪，祖先看了只会火大，只会降雷劈你，绝对不可能保佑你。百善孝为先，这不是一句用来背的口号，这是全宇宙最无坚不摧的护身符。平时多回家吃顿饭，陪老人家聊聊天，说话的语气放软一点，父母顺心了，笑容多了，你们家的风水自然就顺了。把这2尊活菩萨伺候好，你根本不用去外面求神问佛，好运自然会排队来敲你的门。好了，今天的影片就要结束了。听完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的心底也生出了一丝感恩与触动，我邀请各位现在就在这部影片下方的留言区留下你的善言善语。你可以写下感恩历代祖先护佑，子孙愿结善缘，也可以写愿父母身体健康，愿天下众生平安度过难关。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一句留言哦。当几千个几万个善良的心念汇聚在这里时，就会形成一个极其强大的正能量磁场，大家互相加持，互相护念，这个磁场的能量就会成百上千倍的反弹回到你的身上。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祝各位家宅平安，福运长存，我们下次再会。